欢迎收听这次为您定制的深入探讨。今天我们即将与您提供的这些关于语言学习的资料，核心问题就是这个毅力呀，为什么这么关键？这些资料呢，确实从心理、实践，甚至文化适应，好几个角度都谈了。是的，覆盖面很广。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帮您梳理一下，看看里面最有用、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好，那咱们开始吧。说起来挺有意思的，很多资料它首先都提到了心理层面，就是说学外语的时候那种“哎呀，我不行吧”这种感觉，还有遇到困难那个挫败感，您肯定也有体会吧？哎，对，这个太普遍了。而且您看资料里反复提，那个成长型思维这个观念，我觉得特别重要。成长型思维，能具体说说吗？对，就是如果你相信这个能力它是能通过努力提高的，不是说天生就定死了。是后天培养的。那遇到困难，比如说，老师错一个语法点，你就更可能把它看成是一个提醒我这儿得下功夫。对了，而不是一个你看我果然不行的这种证据，这跟你怎么看错误直接相关。哦，这就有意思了。是把它当成一个失败的标签呢，还是说，这是一个改进的线索？你看学外语语法错误，那简直是家常便饭，对吧？没错，太常见了。成长型思维的人呢，会觉得，这是个必经的过程，我得从错误里学。我明白了。所以这个毅力，它不仅仅是说我硬撑着，更是一种心态。对，心态，而且是一种相信我能进步的心态。那这种心态和我们学习的动力，就是为什么学，这个有关系吗？关系非常大。资料里头它区分了两种动力，一个是内在动力，一个是外在动力。内在和外在。内在动力就是说，你学语言是因为你对这个文化本身特别感兴趣，或者你就是很想和当地人聊聊天，或者你享受学习带来的那种个人成长。发自内心的喜欢或者需要。对，这种内在的驱动力通常比那种单纯为了比如说考试过关或者完成个什么任务这种外在的压力要持久得多，也有力得多。这我能理解。为了考试学，考完可能就忘了。是所以有毅力的人，他往往能从学习这个过程本身里找到意义，找到乐趣。这本身就是一种怎么说呢，很强大的心理支撑。这个很有启发。那我们再来看看实践的层面吧。好，我看资料里也提到了，像那个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就是 CEFR。对 ，CEFR。它估算说，你要达到比较流利的，比如 C1 这个级别，可能得花几百甚至上千个小时。是，这个时间投入是实打实的。这确实是个不小的承诺而且关键是这个进步它好像不是匀速前进的，对吧？一点没错。资料里也强调，进步常常是非线性的。非线性。对，就是说你可能觉得我努力了好久，怎么好像没什么变化，原地踏步似的对，就是那种感觉，特别打击人。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平台期。但是资料里引用的那个认知科学的研究就说了，这个时候其实不是真的停滞。那是在干嘛呢？他说，这往往是大脑在默默地巩固你已经学到的东西，在加强那个神经连接，在打基础。可以这么理解，它需要时间去消化、去内化。就像资料里提到的，学普通话的那个声调。声调。这个我知道，对很多外国人来说太难了。是非常难，因为你看一个很小的声调发错了，那个意思可能就完全变了。对，差之毫厘，谬以千里。那在这个平台期或者说攻克这种难点的时候，毅力的作用就特别关键了。具体怎么说呢？它怎么帮我们度过这个看似没进展的时期？它能帮你熬过去，就是在你觉得没效果想放弃的时候，毅力推着你继续，就是坚持下去。对，坚持下去。资料里也建议嘛，这个时候更要坚持那个规律的练习。规律性很重要。对，非常重要。哪怕比如说你每天就抽出一点时间专门练声调，或者你觉得这个方法有点枯燥了，
那就换个方法试试。换方法，比如呢？比如，你可以找一些跟读的材料，或者用一些专门练发音的 App， 玩一些小游戏。哦，让它变得有趣一点。对，保持新鲜感。关键是不要因为感觉卡壳了就彻底停下来。正是这种不放弃的持续的投入，哪怕每天进步一点点，这些微小的量变积累起来，最终才能帮你突破这个平台期，实现一个质变。明白了，就是水滴石穿那个意思。哎，对，就是这个道理。有毅力的人，他不会在感觉困难的时候轻易放弃，他会坚持或者调整策略，然后继续往前走。坚持和调整，这自然就引出了下一个话题，就是怎么克服障碍。因为学语言它不光是背单词、记语法那么简单，对吧？你还得面对一些可能是文化上的东西。没错，比如你可能害怕在跟人说话的时候犯错，怕别人笑话。是的，怕丢面子。或者对一些当地的文化习惯觉得不太适应，有点不舒服。对，这些心理上和文化上的障碍，有时候说实话，比语言知识本身那个障碍还要难克服。感觉是这样。那毅力在这方面能起什么作用呢？毅力能给你勇气，它鼓励你，就算害怕也要去尝试。资料里也提到，特别是在那种不是沉浸式的环境里，就说你不在那个国家。对，在国内学外语这种。这种情况下，你要创造练习的机会，本身就需要毅力。要主动去找机会。对，你看，有毅力的学习者，他会更主动，更有创造性的去找各种途径。比如说，他会去找线上的语言教，积极发言。或者看那个原声的电影、电视剧，然后去模仿里面的人说话。这个方法不错。甚至就是鼓起勇气，找机会跟母语者去聊几句。哪怕一开始说的不好。对，不怕说的不好，这其实就体现了一种决心，就是我不能让这种对文化的不熟悉感或者对犯错的恐惧阻止我把学到的东西用出来。把知识用到实践中去。是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坎。所以毅力也体现在这种主动性和实践的勇气上。当然了，这个学习的路上啊，肯定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没错，挫折是免不了的。可能是外部的原因，比如突然工作忙了，没时间学了，或者找不到好的学习资料。资源不足。也可能是内部的原因，比如学着学着，没动力了，或者觉得哇，信息量太大，学不过来了。对，倦怠感、信息过载都会有。那这个时候，毅力又扮演什么角色呢？这个时候啊，资料里强调了一个相关的品质，叫做韧性。韧性 （resilience）。对，就是从挫折中恢复过来的能力。而毅力呢，可以说是韧性的核心。有毅力才会有韧性。可以这么说，资料里举了个例子，比如说你因为工作太忙，可能停了几个星期没学。这种情况挺常见的。有毅力的人，他不会说哎呀算了，就这么放弃吧，他会重新评估一下情况，调整一下计划。怎么调整呢？他可能会想，整块的时间没了，那我就找碎片时间，比如上下班路上听几分钟播客，或者午休的时候看几个单词，见缝插针的学。对，就是保持接触，不让它完全断掉。更重要的一点是，毅力能帮你重新定义失败。重新定义失败？在学语言这个事儿上，你说什么是失败？其实每一次你犯的错，每一次你说的不流利、卡壳了，它都是一个反馈，是信息。对，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它告诉你，这个地方你还没掌握好，还需要再练练。把它看成改进的机会。没错，能够坦然地接受这个试错、修正的这么一个循环过程，认识到所谓的流利其实就是由无数次这样的小调整、小进步积累起来的。能做到这一点，本身就是毅力的体现。哇，这个视角很重要，不把错误看成失败，而是看成进步的阶梯。就是这个意思。听您这么一说，感觉培养毅力本身好像就是语言学习成功里面特别关键的一步了。可以这么说。那说了这么多毅力的重要性，资料里面有没有提到一些具体的方法？
就是我们普通人怎么才能培养或者运用这种宝贵的品质呢？不是那种空泛的口号，而是能落地的。哎，这个问得好，资料里确实提供了一些我觉得还挺实用的策略。哦，快说说看。首先哈，他建议设定那种小的、具体的，而且是能实现的目标。小目标？对，小目标，比如说你别一开始就说我要变得流利，这个太大了，太空了。容易没方向。你可以说这周我要学会用5个新的句型跟我的语伴进行一次简单的对话。你看这个就很具体，也能衡量你做没做到。完成了会很有成就感。对，这种持续的小成就感非常重要，能让你保持动力。其次呢，学习方法要多样化。多样化，就是别老用一种方法。哎，对了，不能老是抱着一本书啃，或者只用一个 app。你可以结合着用不同的工具和资源。比如呢？比如你可以用 app 背单词，用教材学语法，听播客练听力，看视频模仿发音。有机会的话，再参加点沉浸式的体验活动。哦，多管齐下。对，这样不容易觉得枯燥，能保持新鲜感。多样化确实能保持兴趣。那还有其他的建议吗？当然，第3点，建立一个支持系统，这个也挺重要的。支持系统是指找人一起学吗？对，可以是找个语伴，大家一起练习，互相督促，或者加入一个学习小组，交流经验，互相鼓励。有人一起感觉会好很多。是的，或者如果你有条件，找一位老师或者导师指导一下，也能获得专业的帮助和反馈。有人同行啊，路会更容易走一些。有道理。另外呢，第4点，建议定期做自我反思。反思像写日记那样吗？类似，就是你可以简单记录一下，这段时间学了什么，进步了多少，遇到了哪些困难，你是怎么解决的，或者打算怎么解决。回顾和总结。对，这样做能帮你看清楚自己的方向，知道哪里做得好，哪里需要调整策略。避免盲目的学。是的，最后一点，这个经常被大家忽略，但是我觉得特别重要，要庆祝每一个小小的成功。庆祝？怎么庆祝？就是你要认可，并且给自己一点肯定，哪怕只是比如说你第一次用目标语言成功的点了一杯咖啡。这个确实值得高兴一下，对吧？或者你看懂了一小段没有字幕的对话，或者你用新学的词造个句子被语班听懂了，这些都是进步啊。给自己点个赞，或者小小的奖励一下自己。这样做能有效的强化你的那个内在动机，让你更有动力继续下去。制定小目标，多样化方法，寻求支持，定期反思，庆祝进步。这些听起来确实都是非常具体，而且我们能在日常学习中去实践的行动。是的，都挺实在的。综合来看啊，通过这次深入探讨，我们能更清晰地看到，这个毅力它真的不是一句空话。它确实是贯穿在语言学习的整个过程里面，是吧？从一开始帮你建立那个积极的心态，对，成长型思维，到中间支撑你坚持每天的练习，度过平台期，持续努力，再到后面帮助你克服那些文化上的障碍，还有应对各种挫折。是的，培养韧性，可以说它是语言学习成功的基石。没错，基石。那么最后呢，我想留给您一个，也许可以延伸思考一下的问题。请讲。就是当您通过学习一门语言这个过程啊，锻炼出了更强的毅力、韧性，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时候，您觉得这些品质有没有可能迁移到您生活的其他方面去？比如说工作上或者人际关系上，帮助您成为一个更能迎接各种挑战的人呢？ Thanks for joining us. If you enjoyed this episode, please subscribe, like, and share with your friends.